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美国想用无人舰船在南海挑衅中国主权，战争的风险系数有可能会急剧增加。近日，一位美国海军指挥官撰文认为，美军未来可以派出无人机和无人舰船来代替有人机、有人舰船来执行所谓的自由航行任务，而且美军呢，最近已经开始大量使用无人机在中国周边执行侦察和窥探的这种使命任务了。无人机已经常驻美军的驻日基地，这些无人机最近呢已经开始常态化的跑到中国的周边活动，而且有可能导致擦枪走火的事态。为什么呢？因为尽管这些无人机的自动化水平比较高，能够按照它设定的航线在中国周边活动，但是难保不会发生差错。那么一旦它失控进入中国的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的防空力量必然会将其击落，因为侵犯中国的领空这是不可接受的，其后果会非常严重。那么美军现在又提出来派无人驾驶的舰艇跑到中国南海甚至台海地区活动，以减低所谓的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也降低它所投入的成本。因为美国派出军舰、潜艇在中国的南海地区活动，搞所谓的航行自由，那么它投入的资源费用会非常高，那么长此以往呢，它的经济压力也会逐渐提高。它还有多少钱能够维持所谓自由航行的活动？现在呢，它准备改换门庭了，用无人船来执行这些所谓自由航行的使命。而且呢，美军认为呢，用无人船、无人机来执行这些使命任务呢，一个成本低，再一个呢，有可能减低双方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其实恰恰相反，这些智能化水平还没有达到相当层级的无人驾驶飞行器和无人驾驶潜航器以及无人驾驶舰船，有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在南海、东海、台湾海峡地区活动的时候发生这个难以预测的事态。比如说，它进入了中国的领海，那么无人船和有人船就不一样了。有人船我喊话，提前对你发出警告，或者是呢用舰船、飞机对你进行拦截。美军的这些有人驾驶的舰船有可能退出或者是修改它的航线航道，但是无人船对它喊话可是没用的。那么一旦它侵入中国的领海，那么我们必然会采取断然措施。几个措施：一个，直接将它击沉；第二，把它俘获。那么一旦美军的无人驾驶舰船被我们俘获，恐怕美国就经不起这个损失了，它的大量的军事机密、技术机密就被我们所掌握。最关键的呢，那么一旦我军对这些侵入我们领空领海的无人机、无人船以及无人驾驶的潜航器发动攻击，就有可能让事态升级，说不定呢就会引爆双方的军事冲突。因此，美国高层现在的这个建议和未来有可能采取的措施，不是降低了双方冲突的风险，而是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双方发生武装对峙，甚至是武装冲突的风险。对此，美军的高层人物必须认真地思考其后果，三思而后行，才能避免最危险的事态发生。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